你听过煤气灯效应吗？你知道有些人会用贬低、孤立别人的方式来控制对方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是煤气灯效应。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在前一阵子的王力宏和李静蕾事件，有些人可能辗转听过煤气灯效应这个心理学名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王力宏就是在用这个方式在控制对方，那也有些人会说这跟 PUA 的机制差不多。那今天我们不会去比较它跟 PUA 的相似度，也不会去套用这个案例，而是会把焦点放在煤气灯操控法本身，因为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对心理健康的危害非常严重。在这支影片当中，我们会介绍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操控别人，如果真的遇到了又可以怎么处理。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哦，我们公司的儿童教育娱乐品牌芒狗狗官网正式开幕了。为了庆祝官网开幕，芒狗狗第1到第6本的绘本限时优惠66折。这6本绘本是我们以芒狗狗为主角所开发的台湾在地原创教材，过去1年间已经在嘖嘖募资创下了2次破100万的亮眼成绩。而最近我们也会推出在4本全新的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们为不同的年龄层的小孩设定了适合的主题，例如给3到6岁小读者安全过马路的交通主题，也有为7到12岁的大孩子设计学习面对被拒绝的情感主题。目前这4本全新的绘本呢，只有在芒狗狗的官网独家预购，所以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芒狗狗官网网址，带芒狗狗回家，用精彩的故事陪孩子们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煤气灯效应的英文是 gaslighting， 源自于1938年英国剧作家汉密尔顿所写下的《煤气灯下》。这个剧本后来在1940还有1944年陆续被拍成2部同名电影。电影里面描写的是丈夫格里高利为了侵占妻子宝拉家中的财产，藉由一系列心理的手段让宝拉相信自己精神失常，没有行为能力。格里高利运用的手段包含了故意让家里的煤气灯忽明忽灭，然后对宝拉说煤气灯明明是好的，你会觉得它坏掉是自己神志不清，或者是偷偷的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宝拉的包包中，再生气的指责太太为什么要偷她的东西。后来宝拉渐渐开始相信自己的精神状况可能真的出现了问题。电影上映之后，煤气灯效应被引用成为一个心理治疗的术语，指的是一个人因为不断的被别人质疑，所以他开始不再相信自己原本对世界的感知、看法，甚至扭转自己的记忆，任由自己给别人摆布。根据美国家庭暴力热线的网站，煤气灯操控法有5个常见的手段。首先，加害者会不断的否认受害者所听到、所看到的或是记得的事情，有时候也会假装不记得受害者所说的事情，然后指控对方你老是记错，你真的很爱编故事。而在沟通当中，加害者非常善于转移话题，例如当受害者试着想要澄清时，他们会质疑受害者说你又在跟我闹，是不是又是你那个某某家人叫你这么做的？那如果无法成功转移焦点，加害者会直接拒绝沟通，反过来指控受害者说你只是想要误导我，或者说我不想听这些来结束对话。当受害者说自己很受伤的时候，加害者会贬低这些情绪反应，认为是受害者太小题大做，太敏感了。有的时候加害者的攻击还会融合一些刻板印象，例如你们女生就是那么神经质，你们黄种人就是贼头贼脑的之类的。而久而久之呢，受害者可能会被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内化了这些标签，渐渐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刚刚的讨论当中，有些人可能会问，这么夸张的做法怎么可能会有效？当事人都没有注意到吗？为什么不逃开呢？在很多现实生活的案例当中，煤气灯效应常常会出现在亲密的或是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当中。例如，加害者可能是比较强势的伴侣、家人、朋友，或是公司里的上司。我们可以想象，公司里的主管对着属下说：“你能力那么差，去外面一定找不到别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下属可能会努力的加班，但是过劳，工作效率下降。他又会被骂，久而久之呢，慢慢的失去自信，开始相信自己很烂，不敢离职去找其他的工作，任由主管摆布。或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比较强势的另外一方，可能会处处的嫌弃伴侣，但又跟对方说我是为你好才点出你的问题，不然谁要你？被贬低的一方可能会基于关系当中的信任啊、感情，真的开始相信自己不够好，而久而久之呢，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什么事都要问过自己的伴侣，而即使意见不同，弱势的一方也往往会认定是我
我记错了，是我想错了。在过去的临床案例当中，很多受害者都是渐渐被控制，但自己不一定有意识到，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一开始受害者可能会觉得对方真的是为我好，或是认为对方的批评只是一时的情绪性发言。但当加害者的手段越来越剧烈频繁，受害者可能呢在能够逃离前就丧失了判断真实的能力，最后就难以逃脱加害者的操控。有些学者认为煤气灯效应要同时以社会学跟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因为加害者可以成功操控，可能呢包含了权力不对等、刻板印象或是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加害者的角度来研究，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方式来操控别人呢？首先想澄清的是，我们并不想要合理化加害者的所作所为。为了讨论方便，这边我们也要先排除那些明显为了害人而做的行为，像是电影《煤气灯下》里面的格里高利，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财产，单纯的是为了害人而做出害人的事。但是根据研究，现实生活当中的煤气灯效应里面，有些加害者并不是刻意的要把别人搞疯，可是他们有意无意之间还是会开始使用这种煤气灯操控法去控制别人，对别人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部分心理学家认为，煤气灯效应其实是投射性认同的过程。白话来说，他们会用这些手段，有可能是为了逃避自己内心的痛苦、焦虑或是害怕，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发现自己在操控别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假设有一对夫妻，其中一方因为自己的工作表现不佳，害怕会失去饭碗，那如果他失去收入，那家里经济陷入困境，明显就是自己害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有意无意的就会贬低自己伴侣的能力。只要对方烂一点，或甚至一起出问题，那家里没钱的责任看起来就不会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刚刚的那个举例听起来可能感觉有一点点抽象，同样是逃避自己的痛苦，有一些临床案例就相对的比较好懂。例如，有些加害者本来就完全无法忍受任何跟自己不同的声音，或是极度害怕自己的世界观被动摇。如果别人不同意他，那他的心里就会产生极大的恐惧与焦虑。而克服这些焦虑的方法，就是让任何意见不合的可能性完全消失。所以他会对受害者做出各种人身攻击，像是你疯了，你已经失去理智了，直接否决一个人表达意见的能力，而不是针对表达的内容做讨论。甚至煤气灯效应的加害者也会试着让周围的人都相信受害对象真的疯了，或是患有某一些精神疾病。如此一来呢，就算受害者敢发声，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也就是说，煤气灯效应的加害人，他们的主要目的不一定是想要毁掉另外一个人。有些加害人自己可能也曾经是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又或者是性格有某些障碍，导致他们极度需要别人的仰慕或认同，觉得自己优于他人，而且缺乏同理心。好的，那看完了加害者的角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受害者，来看看如果遇到别人在用煤气灯控制自己，要怎么办呢？要处理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意识到自己成为受害者了，但这往往是最困难的其中一个部分。美国家庭暴力热线曾经整理出13个成为受害者可能的征兆，那因为有点多，这边就不一一念出来，大家可以去资讯栏来看。但简单来说呢，这些征兆大概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常常不开心，连小事都出错，老是要跟别人道歉，帮别人找理由等等。专家建议如果很不幸的发现自己好像成为了受害者，可以试着找一个自己可以信赖的家人、朋友或是心理师，谈谈自己目前的状况。另外，在人身安全许可的条件下，可以试着搜集证据，记录自己所发生的事，像是拍照、写日记。这样子，如果下次在面对质疑时，受害者就可以确认是自己记错了，还是别人想要混淆视听呢？最后，专家强调，在关系中设下界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并不需要征求别人同意，即使再亲密的关系都一样。但这边能提供的都只是很粗浅、很概略性的方法，每个受害者面对的情况可能非常不同，所以真的深陷其中的话，还是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咨商服务哦。我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有注意到，虽然电影《煤气灯下》剧情常常被当作是煤气灯效应的经典例子，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往往没有那么戏剧性。但同时，使用煤气灯操控法的人也不一定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有些人自己可能就是需要寻求心理治疗的潜在族群。那我们觉得，这可能正好就是煤气灯效应最可怕的地方。一开始可能只是一句贬低的话，但是当这样子的贬低可以达成某种目的，一段关系就会越来越失衡，而被贬低的一方也随着这样子的恶性循环，自我价值越来越低，越来越容易被操控，也越来越难脱身。
我们之前有做过为什么受家暴的人都不逃的影片，跟家暴很类似的是，煤气灯效应的受害者需要面对的情感、经济因素，可能比外人想象的还要复杂更多。对受害者来说，要脱离一段有害的关系真的很不容易。他之所以很难走出来，很可能是他一直抱持着某些希望，觉得对方是为了自己好，甚至觉得自己理亏有错。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直接跟受害者说你就离开他就好啦，很可能呢会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更深的无助。因为在经历过长期的创伤折磨，其实当事人不一定还有办法去辨识或承认自己的状况。像是电影里面的宝拉，就是因为长期跟外界失去联系，所以最后迷失了。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或许可以试着避免给出太理所当然的答案，并借由耐心的陪伴，帮助当事人渐渐辨认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别人的心理操控。那今天的最后，我们想邀请大家分享，你有遇过煤气灯操控吗？应该没有，因为我还蛮有自信的，所以别人的贬低不会有效。B 好像有，尤其面对一些重要的人，很容易就会特别依赖他。C 有看过朋友遭遇过类似的经历，你其他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煤气灯效应。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为什么受家暴的人都不逃，以及 PUA 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